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看见我们这里的天气呢，今天非常好，是我回到老家1个月零1天，唯一呢3、4天当中好天气的。其他时间我们这里呢不是下大雨啊，就是阴天。我今天呢心情也特别好，因为这天气实在太棒了，不冷不热。今天最高气温31度，现在大概24度左右。我这2天确实非常忙，昨天很忙，我一天几乎呢都是在我们县城，我去看牙医去了。前几天呢，我让那个牙医帮我洗了牙，我问了2、3个诊所，有一家诊所还是我一个朋友那个介绍我去的，他应该认识那个牙医的老板吧，那个诊所的老板，他说他们那里洗牙300块钱。然后呢，我去另外一家，也就是我现在的那个牙医那里，大概是1年多前嘛，我在他那里拔过一次牙，一颗牙100块钱。前2天吧，我去他那里叫他帮我看看牙，哪个地方需要一些修修补补，因为我在德国已经2、3年没有去看牙医了。在德国啊，虽然我们有所谓的免费医疗保险，其实呢，我自己每个月我花的钱买医疗保险将近1000欧元左右，也就是我每个月花在医疗保险上是人民币接近8000块钱。但是如果你看牙医的话，普通的他帮你去看，一般来说不用交什么费。但是呢，你要镶牙、什么牙冠呀、洗牙等等等等，都是要自付。或者有的呢，它有些项目呢可以在医保范围内，但是你的自付的比例大概可能有80%、90%，所以总体来说，在德国啊，牙医非常的贵。举个例子吧，有多贵？我的德国伴侣这次呢，他需要3颗牙冠，只是牙冠啊，没有重啊。那个猜猜看，多少钱？应该可能是那个全陶瓷的吧，我也不知道。可能他的医生也不会特别的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啊，反正3颗牙冠一共是2500欧元。本身那个牙冠那个材料费不高，每一颗是300欧元，人民币就2000多块钱是材料费。然后呢，他德国的牙医他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费用加上去，本来刚才说了材料费一颗是300，3颗就900，对不对？但是最后加起来一共他自付要2500欧元，医疗保险帮出了700欧元，自付2500欧元，大家自己算算这个比例有多少，对吧？大概可能就是医疗保险它承担的就是2成多一点点。而且在德国，如果你看牙医，你要连续10年不间断去看，然后呢有个小册子，那个小册子每次你去看牙医，那个有个记录。诊所呢签个字盖个章，每年至少1次，10年不间断。有这小册子之后呢，你去看牙医才有所谓的这个刚才这个2成左右的医疗保险，否则你全部自费。所以我觉得在德国牙医还有配那个眼镜是非常搞笑的。我们交了无数的那个医疗保险费，但是呢最后到了这种牙医又特别的贵，对吧？3颗牙冠刚才说了2500欧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2万元。3颗牙冠，我在我们县城。言归正传，这个牙医那里，我问了他，如果我们这里做牙冠多少钱1颗？他说这个价格呢区别很大，最便宜的金属的吧，就是我们以前看到20年前有不少的老人像那种看得见像银色的那种，那应该是最便宜的，可能就是几十块钱、100块钱左右1颗吧，这种非常便宜。但是一般还有什么镍铬合金的，这种呢是烤瓷牙，稍微贵一些，也到了100-200块钱、200-300块钱吧，或者更好一点的400-500块钱。然后呢还有全瓷牙，那种是最贵的。全瓷牙呢有国产的那个材料，800块钱左右1颗。然后呢，最贵的是2800，这是那个牙医告诉我的。但是他说，普通人呢，一般来说啊，800块钱这种就可以了。如果你要400-500的那种也可以，就是那种镍铬合金的吧。但是那种他说在那个 CT 机器可能会受到影响。800块钱那种全瓷牙吧，1颗都相当于欧元100欧元左右。看看我们德国那边，3颗
2500，也就是说一颗要800多欧元，而中国这里800块就相当于欧元大概100，也就是说在德国大概是8倍多左右，相当于我们这个县城这里啊。这是这种两国之间的重大的区别。那天呢，我去看牙医，叫他帮我检查一下我的一口牙齿。他说总体来说我的牙齿呢还不错，但是呢已经几十年了，我没有修修补补过，就我的自己的牙齿没有修补过。所以呢，他说他建议我补那个12颗那牙龈还是什么东西，我不懂那个专业词语啊，反正有12颗。他说如果我再不补的话，再过几年会越来越差。我就听从了他的意见，因为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啊，还是不要太多的对于医生太多的那个怀疑吧，还是听他们专业人士的建议，我觉得比较好一点。虽然呢，他可能也有他的私心啊，肯定是想赚一点钱，对吧？谁不想呢，对吧？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你的钱不可能就你个人吃啊，对吧？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自己赚的钱还是让一部分给人家赚的啊。这样这个社会才能运转下去。所以我就想 OK， 那你就建议我补多少我就补吧。然后他说补一颗大概多少钱？5一劳动节这期间有一个特价，他说比如说4颗510块钱是用进口材料，还有呢6颗510块钱是用国产材料。然后呢进口材料它有日本的有美国的，反正最后呢我说我听从你的建议。然后呢，他就建议我还是做那个4颗510块钱的吧。所以呢，一共我昨天我付了1530块钱。哦，之前呢，我在他那里洗了我的牙，花了刚才说了100块钱。德国大家知道吗？德国洗牙，现在2024年的价格是我在科隆洗一次牙14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100元人民币左右。而我在工程洗一次牙也是同样的啊，100块钱，就相当于11倍的价格，这个差价有多大？而且我觉得昨天他帮我那个修这牙，虽然我是那个门外汉，我认为他的那个手工非常的好，材料我相信也是好的吧。帮我修理好我的全部12颗牙之后，我一看，确实呢比原来好多了，稍微适应呢1、2天可能吧就会好一些。反正我觉得应该是花得值的这个钱。他帮我补完牙之后，我叫他再帮我看看我的牙齿什么地方还要做一些修修补补。他说有2颗牙冠，他建议我最好尽快去做。我也听从他的意见，然后今天我又去了他那里。今天呢准备去那个搞模，但是呢他帮我取的原来我的牙冠的时候，这个比较坚固，所以今天花了大概有2个小时吧。他说我的那个牙龈啊有点发炎，他建议我先消消毒，然后呢帮我把那颗牙齿呢又洗了一下，然后他说2天之后再去打磨。我想我可能是在他那里做2颗那种800块钱一颗那种啊。他说国产材料，我相信啊，国产材料和进口材料可能也不会相差很多吧。因为我听一个在德国的华人，他那个牙医告诉他，德国从中国进口了很多那个牙科方面的东西。那个德国的牙医告诉这位华人，他说其实中国材料很不错的，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只不过呢以前在德国出现丑闻，就是德国的牙医有些诊所把从中国进口的东西说成是德国制造的，所以后来被曝光之后呢，形成一个在德国比较大的丑闻。那些人以中国的假冒是德国制造的，这点不道德，赚取巨额的利润。我听到这位华人朋友告诉我之后呢，所以我自己做出决定，我想我还是在中国要国产这种材料，所以呢付800块钱一颗牙冠。刚才我才从那个牙医那里回来，在这里我想说说实话，真的我以前在中国20多年了，然后呢无数次回国，我从来没有在我们国内看过牙医。我觉得原来我对我们国内的牙医有一点成见，所以呢我是说的真心话。当时啊，因为我是一直在我们的县城居住吧，所以呢我是看到我们县城那种诊所，可能他们的设备啊没有我在国外的那个德国的牙医看到那么先进，所以呢我对
我们老家的牙医有一种成见，不太相信。这次我回国，我去看牙医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因为我觉得这些年国内各个方面飞速发展，对不对？那牙医方面这些设备也应该肯定要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我出国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改进才对啊，对吧？而且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是广东一个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是广东医科大学的牙医，所以呢，他告诉我，其实国内的牙医现在是很先进了。我听了他的意见，所以我就在我们县城，也就是呢我们中国最边缘的地方去看牙医。如果这里我满意，那对我们中国大城市或者是2、3线城市，那牙医他们的不管是他们的技术也好，还是这种设备也好，肯定要比我们县城的更先进，对不对？然后呢，我那天去看牙，他帮我洗牙的时候，从他操作来看，还有从他那个诊所的设备来看，我觉得至少从我们外行人看来，跟德国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大概是5、6年前吧，我那个牙医，因为我一直在他很多年了，是一个老牙医，其实他的设备已经很旧了。后来呢，他退休了，退休之后呢，有个新的牙医接手之后呢，重新呢又装修了一遍，然后呢引入了电脑。原来那个老牙医他电脑可能都不会用，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地方他的设备已经很老化了，可能还不如我们老家县城那个10年前的东西呢。这是我后来我自己分析啊。然后呢，我就去我们县城那个诊所之后，我看到他们真的有电脑，然后呢，那些桌椅啊什么之类的，看去都还蛮新的啊。然后呢，他给我看牙的时候，他专门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像一个扫描仪，又像一个摄像头。那个扫描的上面应该有几个摄像头，然后他帮我拍那个里面牙齿的照片，马上就可以在那个显示屏里面显示出来我的那个牙齿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他给我解释哪个地方有问题，需要怎么样的那个补救措施等等等等。反正给我看来啊，就是高科技已经运用起来了。另外呢，我认为啊，这个牙医他的技术是比较过硬的。他的年纪大概我认为是30岁左右，是一个年轻人嘛，所以我相信他接触的应该也是科技或者医疗方面比较前沿的技术。所以这次通过我在我老家，就是我们中国18线小县城去看牙医，从洗牙到补牙，给我的直观感受啊，我感到非常意外，就是比我看之前想象的要好太多太多了。然后呢，就是价格优势，洗牙刚才说了就100块钱，相当于德国的1/11，对吧？然后呢，我在这里补牙，我补了12颗，花了1500块钱，相当于我每一颗只花了13欧元。我在德国没有补过，我不知道看本期节目的有没有在德国的朋友们，如果有，你们有没有去看过牙医，或者知不知道在德国补牙大概平均最后的价格一颗是多少钱？希望大家呢在下面反馈给咱们大家啊，我相信绝对会超过100欧元一颗吧，那就相当于中国的8倍左右应该，或者更高。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综合德国物价，几乎我在中国消费的每样东西，德国的价格相当于5倍到10倍左右。说到价格，大家看见我现在穿件 T 恤了吗？有一个小小的 China 中国这个字，我在拼多多上买的啊。那个卖家说了100%的纯棉，而且上面写了退货，那运费它是卖家付的。我看见这2条之后我就放心了，就是说我不满意，这货退回去，退货的运费他会返回给我。大家猜猜看，这件 T 恤我花多少钱？大概是3个礼拜前我买的，好像是11.6块。后来前2天我又看了，降到5.6块了，我又买了2件。因为当时啊11块多钱，我拿到手之后我就觉得，哎呦，这质量不错啊，真的是纯棉的，穿起来特别舒服。我喜欢穿就喜欢穿纯棉，其他不喜欢，
因为像化纤的我穿着不舒服，我拿到手之后我感到非常惊喜，然后我洗过之后我就穿了。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你买新的服装，只要是与你的皮肤有接触的，一定要先用洗衣机或者手先洗过，把那化学的成分把它洗掉，然后再穿，这非常重要。那天我看到这个 T 恤已经减价到5.6块之后，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啊！所以呢，我又买了2件，而且2件的价格不一样。第一件买的时候是5.6块，然后我想买另外一件的时候，已经那价格涨到7.6块了。那没办法啊，我还是觉得那个价格可以接受啊，7.6块相当于1欧元都不到。所以呢，我还是买了2件，花了12块多一点吧，跟原来1件的价格差不多。在德国，疫情之后那个价格啊，这种服装价格也上涨了很多。现在在德国，就是最低价格的 T 恤男的啊，大概要5欧元左右。我还不知道是不是纯棉的啊。然后一般都是9.99欧元到19.99欧元。现在一般就是 T 恤的价格是这样。如果是打折的牌子，比如说阿迪啊，可能会20欧元左右。反正现在挺贵的。我说了啊，我对是不是牌子不是特别讲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那个它的材质，比如说一定要纯棉，我穿着才舒服。这个裤子啊，我在德国买的是棉麻的，真的是棉麻。说到棉麻，我不得不说啊，就是在我们中国的网购有很多骗人的东西，比如说拼多多，我告诉大家，我买了2件或者2条裤子，说是棉麻的，可是拿到手之后，我特别的那个失望，根本就不是什么棉麻，就是化纤的。这样骗人有什么用，对吧？可惜呢，有一条裤子是我自己眼瞎，如果是退货包运费，我肯定会买。我如果看得清楚的话，如果没写退货包运费，一般我不会买，一般都会有猫腻，就是说它的质量可能不过关等等。所以大家注意啊，下次呢，在国内的网店买东西的时候，最好是买包括退货的那个运费的啊，这点你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就是说，如果不喜欢，那你就直接退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在国内虽然很多东西网购很便宜，但是骗人的商家、不诚实的商家也不少，这实话实说。好了，朋友们，今天大概就到这里吧。就说了，我这2天呢一直在看牙医，然后告诉大家，我们这里中国大陆18线小县城现在牙医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就说我补了一口牙12颗，花了1500块钱。我洗一次牙100块钱，在德国洗一次牙现在是1100块钱。然后呢，3颗牙冠在德国是2500欧元，折合人民币2万块钱，不是种牙啊，这是牙冠啊。而在我们老家，大概是800块钱左右，在德国，但是800多欧元，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老家的至少8倍。这就是两国之间，或者德国呢与我们中国18线小县城这个巨大的价格差别。所以我已经决定了，在德国今后我不会去看牙医了，就在我们老家看今后。因为我觉得这个牙医啊，他很年轻，而且他的那个功夫还是不错的，价格也比较公道。就是我一想到德国呢10倍的价格，或者是7、8倍的价格，我就觉得在老家看牙医好像不花钱一样了。所以我就现在就理解了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有那么多香港人过那个深圳这边来消费。真的啊，从去年开始，那深圳可火爆了，好多上百万的香港人过来到深圳那边去消费，形成了与以前完全相反的奇观。以前是不少的大陆这边人呢到香港那边去扫货去带货，反而现在是香港的人可能有的是没时间过深圳这边来消费，然后呢委托这些香港人呢反向带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现象。这说明了什么？形势比人强啊！就是中国内地的发展，现在已经很多方面远远超过香港了。同样，中国内地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发展，很多方面也远远超过了西方所谓发达国家了。这是我从发达国家德国回来给我的非常直观的感受，或者是我自己的本身的体验。比如说看牙医就是一个，对吧？我认为啊，
与我在德国看牙医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德国要贵11倍，或者是贵7、8倍，这太不公平了吧？所以呢，今后我还是回我们中国来看牙医。我的德国伴侣听到我这个价格之后，他不淡定了，因为是他告诉我的那个他3颗牙冠的那个价格，他说折合人民币2万了，对吧？而我这里呢，1颗是那个800块钱，3颗就是2400块钱，相当于德国的1/8左右。他说，今后如果他的牙齿有什么问题，他也飞过中国来，在我们县城看牙医算了，这样呢，连机票的费用也省下来了。你们说是不是呢？好了，朋友们，今天就是我给大家唠唠家常，也给大家报告一下我这2天在干什么。朋友们，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